你嘅15年或以上嘅雪櫃可以用你高達150蚊一年，係時候擺脫佢哋啦！為咗環保，立即參與呢一個節約能源計劃，請到 powerstream.ca 或致電1877-797-9473，我哋幫你免費帶走佢。但通常啲後生仔咧個記性咧都會唔錯，咁啊等我考下你先。上個星期一，係上個星期一，上星期一，我哋嘉賓係邊個？上星期一咧有好多嘉賓嘅，咁當中咧就有陳浩然醫生喺度嘅。咁啊算你個記憶都唔錯。係啊。咁佢講咩咧？上次上次咧講一講骨質疏鬆症啦。誒，你又記憶真係當然啦，因為咧連續幾個星期咧都講骨質疏鬆症嘅唔同嘅部分啦，有講骨密度啊，點樣預防啊，就係講極都未講到點樣預防。因為呢個 topic 實在太大，入邊嘅內容實在太多，所以我哋今日咧又再次請到咧陳浩然醫生上嚟咧，繼續同我哋講呢一個骨質疏鬆症嘅。早晨，陳浩然醫生。頭先佢讚你靚仔喎，我聽到。係咩？係啊。多謝。我隱約聽到佢讚你喎。真係啊，太好啦！睇醫生會要逼埋你。唔怪得知咧，原來有陰謀嘅。Okay. 不過我哋唔好理佢住啦，我哋講翻啦，呢一個骨嘅密度，我知道係有得做檢查嘅呢樣嘢，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骨密度咧，其實通常最準確嘅測試咧就係 DEXA，OK，就雙光子吸光檢查。咁所以如果家庭醫生去要求你去做個骨密度檢查嘅話咧，咁呢個就最標準嘅檢查方法啦。OK， 嗱咁佢咧就係用 X 光去檢查某幾個部分嘅。咁我哋可以睇睇個圖先。OK，嗱咁個圖裏邊講翻嘅咧，其實咧就係同我哋去最多去有骨折嘅地方咧，其實好類似嘅。即係成個人嘅身體嗰個圖啊。係啦，咁即係呢一個。係啦，冇錯就係呢個圖啦。嗱，我哋會見到咧，其實好幾個地方咧，上次我哋都提過，其實呢個脊椎嗰度啦，嗰個嘅髖關節同埋手腕嘅地方。嗱點解係呢幾個地方？其實同時間就係因為呢幾個地方最容易骨折。係。OK，所以就要檢查嗰啲嘅地方。係咪因為佢承受嗰個力度係最多咧？冇錯啦。OK，咁所以嗰個地方係最容易骨折，亦都係同一個地方咧係最應該去做檢查嘅。That's why 嗰個地方度做咁樣樣。好啦，咁我做完檢查之後就要睇報告啦。嗱，而家點樣去睇報告呢樣我都想講俾大家聽。OK，嗱咁啊，通常咧，咁啊做完個骨密度測試之後，通常咧就會俾兩個 number 俾你嘅。係。OK，一個叫 Z score，一個叫 T score。OK。Z score 同 T score。OK。Z 嘅意思咧就即係話咧係嗰個骨密度同埋同年紀嗰個人嗰個嘅差異咁樣樣。OK。咁 T score 咧就最重要啦，因為 T score 咧就係話咧嗰個骨密度同埋一班年輕嘅成年人嗰個骨密度嘅差異。OK。嗱咁樣點樣為止一個骨質疏鬆症咧？就係講緊嗰個 T score，如果係 below 25%或者2.5嘅話咧，我哋就叫做骨質疏鬆症。OK。咁所以如果佢未到去 below 2.5嘅話咧，咁我哋就未算佢為骨質疏鬆症㗎。咁我哋算佢做骨密度降低。OK，或者英文叫做 osteopenia。OK，就未屬於骨質疏鬆症。咁所以如果有機會我哋睇翻我哋自己個骨密度測試報告嘅話咧，咁你可以睇翻嗰個 T score。OK，究竟嗰個程度喺邊一度？咁通常報告都可能分幾個部位嘅，譬如話喺嗰個背脊骨嗰度啦、手腕啦，OK，或者喺個髖關節咁樣樣，可能個個地方都有唔同嘅 T score 嘅。咁所以某啲地方可能會差啲，某啲地方可能會好啲。咁所以睇翻嗰個需要。即係逐個部分講嘅個 report 係。冇錯啦，佢有幾個部分嘅。睇個 T，後睇個 Z 個。其實個 T 就最緊要。係啦，因為如果係變咗係負2.5或者係 below 25%咧，咁嗰啲就屬於係骨質疏鬆症啦。咁所以個數目字越大嘅話咧，個骨質疏鬆嘅情況就越嚴重咯，咁樣樣。即係我哋係以咁樣嚟定你係唔係骨質疏鬆症咁樣嘅？冇錯啦。2.5嗰個關卡。係啦，冇錯，你可以咁樣講。2.5個關卡，如果 below 2.5或者2.5咧，就骨質疏鬆症啦。如果係少過2.5嘅，或者譬如2.4啊、2.0咁樣咧，就未屬於骨質疏鬆症。OK。咁頭先你講嗰個係照 X 光嘅，係咪啊？咁係咪另外仲有一種方法係照超音波嘅？係啦，超音波嗰隻咧方法咧個好處係咩咧？就係話因為佢唔經過輻射而去做呢樣嘢，OK，咁所以就比較安全啲，但係佢嗰個準確性就冇咁好。反而 X 光嗰個準確性係比較高啲嘅。冇錯啦，OK。咁所以如果希望就將來嗰個technology 嗰個科技去更加進步嘅時候咧，就可能令到呢個方法咧就更加好。咁變咗我哋做嘅時候咧，就即係減卻咗呢個輻射個問題。即係所以你係會鼓勵啲人係照 X 光多過係
照呢個超音波㗎？因為 X 光嗰個測試方法係高 standard 嚟嘅，即係話咧係有冇骨質疏鬆症咧，就係靠呢一樣嘢啦，咁樣嘅意思。因為我哋成日以為咧超音波咧就會好多時都會好準啦，因為你知超音波係直接喺皮膚上邊做啦。咁啊，但係原來咧係 X 光咧就係比較準啲嘅，就係講緊骨質疏鬆症嘅時候啊，如果要測。咁講緊係咩年紀嘅人咧需要去做咧？特別嚇嗰個年紀。通常咧就女士們咧就大約係50歲至65歲左右啦，OK，咁就會開始去做㗎啦。咁如果譬如話有啲要長期服用藥物嘅話咧，譬如話嗰啲藥物係會影響到你個骨質嘅流失嘅話咧，可能都會預先已經會做咁樣樣。咁當然高危嗰一部分嘅人咧，可能會每年或者1-2年會做翻。咁譬如話今年 OK， 我哋做咗個骨質疏鬆測試，發覺咦我有骨質疏鬆喎咁樣樣。咁可能醫生咧會下一年都會叫你同你再做。咁呢一年裏邊咧，咁可能我哋就要食藥啦，我哋就可能食鈣片啦，我哋要做運動啦咁樣樣，就希望咧喺今年做完之後，下年做翻咧會有好改善咁樣樣咯。咁如果講緊譬如話嗱，頭先我哋講緊係介乎50至65歲之間，尤其是女士啦。咁你頭先就話，如果你係有骨質疏鬆症嘅，咁當然每一年都要 check 住啦。咁但係如果我係正常嘅，我第一次測試出嚟係冇嘅，需唔需要每一年都去做呢一個骨質疏鬆嘅檢查咧？未必，要睇翻家庭醫生睇翻你，譬如話你嘅需要去到邊一度咁樣樣咯。咁有時會要，有時可能唔需要。咁但係睇翻你嗰個情況啦。明白，明白晒。有一樣嘢我等咗好耐啦。係，咁你問啦。係就係咧食咩鈣片好啦？上次講過話，頭先食藥啦，做運動啦，食鈣片啦，呢3樣啦，去保持呢個嘅骨質啦。咁啊，邊隻鈣片係好先？係啦，嗱，有冇話㗎？我哋有嘅，但係我哋睇睇個圖先 OK 啦。好。其實咧鈣片有好幾類咧，我哋可以去睇翻嘅。上一張我真係。好，上一張嘅圖啊，有一。咁咧其實咧嗰個鈣片咧有好幾類嘅 OK，咁就講翻個份量先啦 OK。第一樣咧個份量就係話咧，如果係一個更年期之前嘅女士嘅話咧，咁我哋就食1000個 milligram per day。OK， 1000個 milligram。咁就如果更年期之後嘅女士咧，咁我哋就要食1500個嘞噃。要食翻多啲。嗱，男士咧都有更年期嘅 OK，咁所以咧40歲以上嘅男士咧就要食翻1000個 milligram。OK，咁食鈣片嘅時候咧就要分開嚟食，每日咧就可以2至3次。咁另外即係將呢一個份量分開去嚟食。係啦，要嚼碎佢㗎。一個 option 可以喺鈣片嘅情況底下可以嘗試 OK。咁另外咧可以食埋維他命 D。OK，維他命 D 嚟就幫助吸收嘅咁樣樣。嗱，你講到維他命 D 咧，因為我成日聽到人講咧，原來食鈣片咧係應該同維他命 D 一齊食嘅。咁我想問下，究竟點解會有呢種講法，同埋呢個講法係啱唔啱㗎？啱，應該大部分都係啱嘅咁講，除非你買嘅鈣片係唔同類型啦。OK，嗱，因為點樣咁講咧？就首先你食維他命 D 個份量要足啦。OK，大約係600至800個 IU。OK，International Unit。咁嗱，鈣片又分唔同種類嘅，所以咧其實就答翻你嗰個問題就係話，第一，如果你可以選擇去揀鈣片嘅話咧，咁你盡量去避免 carbonate，OK，或者碳化鈣 ，OK， 或者係 oyster shell， 即係話啲蠔殼咁樣樣。因為呢個級數咧，其實咁多類鈣片裏邊係最低嘅，大約52%。頭先我見到你好似有一張圖㗎，係啦，可以俾我哋睇下咧。我哋再睇翻頭先嗰張圖啦，呢個最底嗰個咧就我見到係佢52%，OK， 咁所以其實咧佢嗰個吸收率係屬於最低嘅咁樣。如果可以避免嘅話咧，我哋盡量避免去食 carbonate 呢一隻鈣。食最高嗰隻。係啦，嗱，最高嗰隻比較特別啲。嗱，我哋睇翻中間嗰個先。嗱，中間嗰個咧就叫 citrate，OK。通常如果你可以買得到嘅檸檬酸鈣，嗱呢隻檸檬酸鈣咧就可以同埋維他命 D 一齊食，咁就可以幫你咧增加個吸收率。嗱，咁我頭先答你就係話可能唔係，就係因為咧 Chile 咧 OK， 或者氨基酸螯合鈣呢隻咧 OK， 個吸收率去到84%嘅 OK， 咁但係呢一隻咧就唔需要維他命 D。OK， 所以呢個就係個特點啦。咁唔係度度都有得地方買。OK， 呢一種咧就係其中一種嘅螯合鈣。OK， 咁佢同普通鈣咧就嗰個分別就唔係好大，都係粒丸嚟嘅啫。OK， 不過因為佢同一個氨基酸一個蛋白質嗰個配合咗。OK， 咁所以佢落到個腸裏邊嘅時候就會直接分解，直接入到血裏邊，咁變咗咧吸收率就會增加去到84%。咁就出邊坊間咧唔係咁多地方有得買，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咧佢做出嚟嘅時候係比較難啲啦，個價錢亦都係貴啲。咁所以其實citrate啊或者檸檬酸鈣或者 carbonate 咧碳化鈣咧都係會容易啲買到，價錢亦都會降翻低啲咁。明白，真係唔講你唔知啊嚇。